普前腳剛走，普丁就到中國來，到底普丁擔心些什麼呢？今天帶您快來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玉，今天想跟大家來聊聊中美俄三國目前看起來三角關係互相制衡，互相的這個牽制對方。很特別，那到底呢？最近有哪一些的全新進展呢？當然，我們要從川習會開始說起。說，哎呀，結束了，沒錯。但是結束才是另一個開始。結束了之後呢，當然各自表述嘍。川普說，哎呀，這個中國很有誠意啊。他說1、2、3、4、5啊，你看看，他說這個伊朗做得不好啊，他說俄羅斯如何如何啊，他說這個，他說那個，他跟我關係很好啊。你看以後他要多買波音啊，等等等等等。那中國方面呢說，哎呀，我們要創造一個穩定的一個關係啊。等等，好，那當然呢，這就是雙方的各自表述。當然呢，在外交的一個辭令上，他們都會講的比較美化自己的一個這個角度嘛，對吧？這個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嘛。我講我的，你講你的，我們各自講對各自有利的部分，很合理。但問題是啊，當川普碰上了習近平，最擔心的人叫做普丁，因為他很擔心，在他沒有察覺的時候，他變成了那桌上的一盤菜啊，他很擔心自己變成了談判桌上的籌碼。於是乎，你看到川普前腳剛離開中國，後腳普丁說：“快，我要去。”那當然呢，現在呢傳出來的訊息是，中國方面邀請普丁到中國來一場國事訪問。但是呢，普丁應該也真的很想去聽聽習近平你怎麼說，你有沒有賣了我？所以呢，我們看到了在這個川普離開了之後，你看到普丁即將呢在5月19到5月20號要到中國來一場國事訪問。那當然呢，中國現在也要創造一個他依舊跟俄羅斯才是buddy buddy這樣的一個外交關係哦。我們一般呢怎麼看這個世界大局？你會覺得這個東方西方對不對？中國俄國這應該是同一陣線哦。然後美國呢加上這個民主陣線聯盟，這應該是一個壁壘分明。但是呢，實務上的外交就沒那麼簡單一刀切嘛。因為呢，對每一個國家來講，我可以有盟友，我們可以有共同敵人，但有共同敵人不代表就是那個背靠背的朋友。這句話很玄，這是一個玄學。好，所以呢，有共同的敵人，當然，你們可能就會慢慢走到一起。但是呢，當遇到了雙方利益糾葛，那就不是有共同敵人可以把我們綁在一起了。這非常好詮釋中俄之間的關係哦，我們細細道來哦。好，那於是呢，你就看到了，現在普丁要往中國去了，想要聽聽看到底呢，習近平跟川普你們到底說了什麼？談了關於俄羅斯的部分，你到底怎麼說？可能要當面好好聊一聊。那當然呢，中國也想創造說他依舊是俄羅斯堅定的盟友，所以呢，馬上你看到了他們辦了一場俄中博覽會。那當然呢，他們說主題叫做信任、合作、共贏，這個是俄中博覽會的3大指導原則：信任、合作、共贏。所以呢，就是要普丁你放心，我們有信任，對不對？好，我們合作嘛，對吧？我們共贏，贏誰？那就不好說哈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了現在普丁趕快到中國去了嘛，那我們就可以來好好觀察到底他們會講些什麼。但是呢，其實中國俄羅斯啊，今年呢剛好是中俄條約25周年的一個日子哦。那在這過去25周年，當然這個世事多變化，對吧？來到了今日今時啊，已經跟過去不太一樣了。那特別呢是在美國，美國現在呢，就很像當年啊，聯中制蘇那個感覺。現在的美國呢也是一樣啊，感覺呢他就是想要分化你們，只要分化他的敵手，感覺美國就贏了，对不對？我不一定要讓中國跟俄羅斯翻臉，這好像也很難，但是我只要讓你們互相猜忌，你們兩個有心結。就比如這一次呢，這個川普見了習近平，回頭就開始說，哎呀，那個習近平也沒多喜歡俄羅斯啊，等等等。然後普丁就心裡頭上上下下，真的假的，真的假的，我真的變成了這個談判桌上的籌碼嗎？就很緊張。
分化他們，這就是川普想要做的目的。那特別呢，你看到了對於俄羅斯來講，現在的焦慮啊，特別在這個俄烏大戰、烏克蘭戰爭打到現在啊，還是沒有結束啊，整個俄羅斯的國力被拖垮了很多。現在的俄羅斯跟中國，當初普丁看中國可能是平視，甚至是往下看，覺得你叫我的小老弟。但是呢，如今他看中國，可能他是被迫要往上看。所以呢，那两個國家的一個國力呢，已經開始越來越懸殊的時候，普丁要怎麼來面對中俄之間的關係，就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探討了哦。特別是這個美國看到了他制裁俄羅斯，那甚至呢，之前是因為荷姆茲海峽他打伊朗嘛，所以他權宜之計，我暫時開放你們去買俄羅斯的油。現在呢，那個豁免令啊即將到期，所以呢，俄羅斯還能不能在過去這一段時間那樣子肆無忌憚的賣油，好像也可能不行。那不行呢，這對俄羅斯來講，那就是他經濟財源可能又再一度的要被收緊哦。那可能呢也很緊張，所以跑到中國來，要確保習近平你要不要繼續跟我買油？因為呢，川普呢這個談完了之後，又很開心的昭告全世界說，中國說要跟我買油，他覺得我們美國的油也挺不錯的。哎呀，那不行啊，我的這個大客戶可能要被美國搶走了，那還買我的油嗎？所以呢，印度媒體的解讀是，普丁趕快跑到中國去，要確保他那個油的大客戶還會持續的跟俄羅斯買油。好，那當然呢，看到了這個普丁要到中國去這件事情啊，大家有非常多揣測，然後呢，各個不同國家的媒體都有不同的解讀。但是呢，我們想跟大家好好聊聊的是，到底普丁現在心裡頭七上八下的一個主要來源是什麼？但是我們要先講，在烏克蘭戰爭的這段期間，俄羅斯就是一個被制裁的國家。好，他被制裁，但是他有倒下嗎？他沒有，甚至呢，他在川普訪問中國的時候，他依舊呢是用盡他最後的力氣，他去轟炸了烏克蘭，他要告訴全世界，我還能打，我還扛得住。好，那這樣的一個動作呢，就是要告訴大家，我沒有倒下哦。好，那這個大家都覺得戰鬥民族到底是怎麼倒不下的？大家也非常好奇。你一個國家，我們都講說現在就是美元體系的一個全世界，對吧？全球化，它的一個基礎就叫做美元體系嘛，對吧？好，那既然俄羅斯它被排除在美元體系之外了，它到底是怎麼撐過來的？它就光靠中國嗎？中國的確是它的這個可以說這個主心骨、中流砥柱，真的撐住它了。但是它有它自己的辦法。今天我們就帶你來看到，有人這樣說啊，俄羅斯呢是靠着它軍事的凱恩斯主義，把它整個經濟撐住了。那你也可以用俄羅斯的例子來理解一下，大家說全球化終結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光景？俄羅斯現在你就可以定義它是一個全球化終結的一個經濟體。好，那我們就來看到什麼叫做軍事凱恩斯主義哦。過去的俄羅斯哦，你知道就是貧富差距非常大，然後它有非常多的有錢人，就是普丁的朋友們都很有錢。好，那這些俄羅斯的這些超級富豪，他們的一個財富呢，他們都藏富於海外，就賺了錢之後呢，就通通到處藏錢，通通把錢挪到俄羅斯海外去了。但是呢，烏克蘭戰爭一打了之後呢，俄羅斯強制，他說他們這個叫戰爭時期，對不對？特別軍事作戰時期，所以他要求整個國家 GDP 的6%到7%必須呢要投資他們自己國內，他把錢留在俄羅斯國內。好，那其實這很好的撐住了俄羅斯的經濟哦。所以呢，其實那些有錢人当然就會覺得打仗很不好啦。你看那些莫斯科那些巨富們，普丁的朋友、富豪朋友們，當然對於打仗覺得很不 OK，因為他賺錢嘛。但是對於俄羅斯的平民老百姓，特別是鄉村地區，可能他們的這個不太有錢的這群人，他們覺得打仗打得好，因為那是他翻轉社會地位很好的一個跳板。有很多很窮的一些俄羅斯人，他們是靠着簽下那個軍事合約，我去當兵，然後呢，他拿到了一筆錢，他翻轉了他的社會地位，他變成有錢人了。他因為當兵，他解決了他的財富問題，當兵讓他的一個社會地位往上了一階，當兵讓他還掉他的債，
當兵讓他有了錢，有很多俄羅斯的窮苦人家是借由當兵翻轉他社會地位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了透過這場戰爭，俄羅斯要求資本留在管控，留在俄羅斯內地，然後它形成了一個它自己的內循環，封閉式的。自給自足的一個經濟圈，就是他們自己的內需市場。俄羅斯也是一個內需市場大的一個國家。好，那他就撐住了他的經濟。好，撐住他經濟之後呢，他真的都沒有對外貿易嗎？他有的。好，我們來看他怎麼做哦。過去呢，俄羅斯他要撐住他的這個軍事行業、軍事工業，他要對外下很多訂單嘛，他要去買先進的晶片，對吧？然後他要買一些軍工相關的零組件，他要買工具機，他要買很多的一些這個比較高科技的商品。那現在呢，他就被美國堵住啦，美國就不給大家跟他做生意啊，不准賣。化整為零，俄羅斯怎麼做？它叫做分布式代理貿易啊。這個是一個歐洲一個單位，他去研究出來的。他說這叫分布式代理貿易，什麼意思？化整為零，他把他這些先進晶片的訂單，然後工具機的訂單，然後呢，他就透過各式各樣的人頭公司設在那些國家，比如說像是這個塞西爾。比如說像杜拜、像香港，它設了非常多的人頭公司，非常小型的哦，不是大的哦，小小的。然後這樣的公司呢，他们去算出來5萬個公司。然後呢，這樣的公司呢，他就去發出那種微型訂單，然後偽裝成民用的東西啊，各種這個公司，他就說，哎呀，我這個叫做農業公司啊，我那個叫做肥料公司。好，肥料公司呢，因為我要有這個什麼做肥料哈，我需要一台機器，那我機器需要一個晶片，它就是各種的這個化整為零，然後讓它變成一個看起來非常合理的。對啊，肥料公司它要做肥料哦，它的確是需要這樣的一台機器，那個機器需要一個晶片哦，很合理哦，所以西方國家就賣給他。那當然你會說沒有啊，美國不是說要阻斷它所有來源，它會去審核，對。你會把這個美國他們的整個行政效率拖進黑洞裡，5萬家人頭公司，然後呢，幾十萬筆訂單，本來是一筆訂單，我要買一大堆東西，我要裝在飛彈上頭的晶片，那你一看就知道，那軍工我就不准。他現在全部化整為零了，5萬多家公司，然後呢，這個幾十萬個訂單，你要怎麼樣去審核啊？審核到眼睛都花了吧？所以呢，他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哦，他依舊呢找到了他的方式取得這樣的晶片。當然，俄羅斯很麻煩取得這些晶片沒有錯，但是呢，他讓想要制裁他的這些國家更麻煩，我麻煩死你，我麻煩死你們這些美國人，但我依舊拿到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他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啊，幽靈的一個貿易方式，他依舊取得了他想要的東西。當然他很麻煩，或者是他取得的東西不夠那麼樣的先進，不夠那麼高科技，但他依舊拿到。另外一個呢，則是他經濟來源，就是他要怎麼樣賣油。好，那當然呢，現在這個俄羅斯並不是不能賣油，它可以賣的。然後呢，他怎麼個賣法？美國跟他定，你只能賣一個上限，就是他不要讓俄羅斯賺太多錢，所以他把他的油價定了一個上限，你最多不能賣這個超過這個上限的一個這個油價嘛。那但是俄羅斯你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嘛？俄羅斯早就研發出了一套，它有這個影子船隊嘛，專門在幫他賣油的。這些油呢散布在這個全世界每一個海面上，然後呢它就像是一個活動的一個油倉在那個地方，有人要賣油就從那個地方你去運油給他，所以你根本抓不到他。再來一個就是好賣個上限 OK 的，它有很多各種各樣的方式，它可以賺到它想要的利潤哦。我的油價假設好60塊美金每桶。OK 啊，上限。那你說人家市價已經80、100的，這個俄羅斯你就是被迫便宜賣？沒有，我可以把運費算上去，我顧問費算上去，通通疊加平均下來，我依舊每桶賣80塊。他那些顧問費疊加上去的運費，他用這些的溢價賺到他想要賺的利潤。所以呢，其實俄羅斯呢可以說它是完美的。精準的找到了這個制裁體系當中每一個漏洞，然後呢，它編織成了它的生存之網。所以呢，你現在可以說俄羅斯它找到了很多的漏洞，讓它活下來。但是呢，你說它活下來活得很好嗎？
沒有，他沒有活得很好，但是他活下來。你去看現在整個俄羅斯的經濟狀況，它是降級的，它的很多的技術它沒有辦法再持續推進，但是它活下來了，活下來才最重要嘛。所以呢，它就是一個技術降級的一個經濟體。但是它的經濟體依舊在運作，所以呢，大家說現在的一個俄羅斯啊，你就是看到它就是一個全球化終結之後會形成的一個經濟體系。大概就是俄羅斯現在的狀況。好了，那這樣的一個狀況呢，其實我們剛剛提到，它很大部分它在仰賴中國的。現在俄羅斯有非常多進口商品是中國賣給它的，那它有非常多東西，它也是要靠中国。過去說小老弟，但是現在以經濟體來講，你可能普丁要叫習近平大哥，哈哈。所以呢，你看到還是中國在後頭變成那個很強力的一個後盾的。好，那你說這樣的一個後盾哦，其實會讓普丁心裡頭非常非常緊張的，就像這一次。川普跟習近平見過面之後，他會非常擔心，他會不會成為那個人家砧板上的那塊肉，會不會被拿出來當籌碼，會不會被給賣掉？那為什麼會這麼緊張？因為他看到伊朗。好，伊朗呢，當然過去伊朗就是他們的小老弟，但這回呢，在川普跟習近平見過面之後，川普這樣講，中國他也的確出來講，他說荷姆茲海峽啊，伊朗對荷姆茲海峽做的事情，中國人並不樂見。好，那當然呢，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，你有共同的敵人。中國跟伊朗共同敵人是美國，共同敵人我們可以走在一起，我們可以一起往前走，但是在遇上了個別國家的利益的時候，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。所以呢，對於中國來講，荷姆茲海峽當它被封鎖到影響到中國的利益的時候，哇，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。即便你是跟我一起對抗美國的朋友，那也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呢，你就看到了，這個盟友之間吶，沒有那麼樣真正完全契合的利益關係的時候，這個完全的人家所謂的便利夥伴關係啊，就是我們的利益一致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是夥伴關係；但是我們有利益之間的一個衝突的時候，那不好意思，我當然是以我國家利益為主。所以呢，當普丁看到了伊朗啊，中國可以這樣說他荷姆茲海峽的時候，哇，普丁又更緊張了，覺得說哈，那我怎麼辦？你們到底是怎麼說我的？所以他急着趕快到中國來。那當然呢，這個俄羅斯也要有他自己能夠威脅世界的能力，所以你就看到了他現在呢，告訴大家，他今年年底就要部署全新的核子武器，叫做薩爾馬特核子飛彈。好，那當然呢，這個你看，這俄羅斯告訴大家說，不用擔心啊，這個我沒有要發射他們的意思啊，但是啊，我這個還是會這個部署他們的哦。這就是啊，這個俄羅斯在告訴全世界，我還是請你們把我放在心上啊！怎麼感覺好像現在的俄羅斯越來越像金小胖？有沒有？你們很像北韓，就是時不時就拿出來告訴人家說我有核武，你給我小心點。哎，好好，就這樣子哦。好，那當然呢，這個也因為俄羅斯有核武呢，又讓這個歐盟、讓北約重新看到它的重要性。你看歐盟又跳出來說，然後這個你看我們很重要，對不對？我們很重要。然後呢，北約又說了，這個美國應該不會退出，因為你看看這個現在那個。俄羅斯它又有這個全新的核武了，對不對？所以呢，美國會留在北約，因為要牽制俄羅斯。否則的話呢，如果放棄北約，北約解散的話，那俄羅斯誰來管它？所以這就是一個牽一髮動全身，一個扣着一個的哦。本來呢，美國就覺得我就是離開北約也無所謂啦，反正就這樣啦。但是呢，當俄羅斯又出來刷存在感的時候，美國好像又被留在這個地方了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了這三個國家很特別哦。中國、美國跟俄羅斯，你要說他們呢，中俄當然關係好像密切一點，但是呢，其實你把他們往細裡頭去分析的話，你會發現這三個國家似乎誰都不信任誰，所以呢，你就看到了這三個大國之間的合縱連橫啊。中國現在感覺在玩平衡術，對吧？跟中國跟這個美國希望這個和緩關係，那希望這個跟俄羅斯的友誼長存。那對於這個俄羅斯來講呢，當然他一方面呢也想跟美國這個稍微的這個和緩一下關係，但是呢又擔心被中國給賣了，但是又要 maintain 跟中國之間的
的關係，畢竟呢，現在他們的經濟來源就是中國，所以你看他們這個3個國家都在玩平衡術，然後川普更是啊，希望這個中國、俄國理解你們別太好，你們有心結那就對我最好。所以呢，這3個國家之間呢，這個互相的平衡術啊，很有意思，很精彩，我們可以繼續觀察。那當然，首先要看的就是普丁到了這個中國去，到底呢跟習近平會談什麼？到時候呢談出一朵花來，我們再好好帶大家來分析。好，這是今天準備的內容，希望你喜歡嘍。我們下回見，拜。